大家好，一转眼呢，我已经回到了广州啊。广州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大概30来度，可能还不止啊。但是现在呢，蓝天白云，还是很爽的一种感觉。今天呢，我就回到家之后啊，第一次出来做一个适应性的骑行。刚刚充了一下轮胎的气啊，近2个月没骑了，还是漏了一些气。现在我骑行在绿怡花园，熟悉的街道啊，我又回来了。这次加拿大之行啊，主要就是去了2个城市啊。在温哥华呢，照样借着我一位朋友的单车，还是做了一些健身骑行。但是到了多伦多呢，因为种种原因啊，就没有骑上车。但是呢，以另外一种形式啊，就是靠2条腿走了很多大街小巷，去了很多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也拍了不少的行走慢聊的视频。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有时候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去走访一些未曾去过，或者是去过但是还不太熟悉的一些地方，再去体验一些新的感受啊，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又回到村里呢，又听到那些聚集在一起唱歌的人群，这有时候非常扰民啊。但是这个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了，就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我在多伦多呢，也看到这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啊，当然尤其是年轻人，非常热衷于骑行。我看大街小巷啊，都有自行车的人流，川流不息。尤其是去了那些湖滨的地方啊，那更是很多人都会骑行。因为在多伦多啊，我相信在加拿大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可以搭地铁、搭巴士，这些都不在话下。而且很多人呢，可以抬着自行车上火车，像我这次去了几次尼加拉大瀑布，那个称之为狗圈的那种火车，专门呢有一节车厢下面就不坐人，专门是放了很多可以停放单车的那种架子。我那天还数了一下，大概一排可以放9辆，2排就可以放18辆单车。
就那种感觉啊，就是特别让那些骑单车的人可以通行无阻啊，而且也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推着那么大个单车上到火车、地铁会有什么不妥，会有对那些其他乘客带来太多的不方便啊。其实这些呢，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啊，也曾经搭着这个地铁啊，推着我的单车，甚至呢还可以搭巴士，把这个自行车呢放在巴士前面的那个自行车的车架上，就以这种方式的出行，我觉得又环保又方便。最重要的呢是当地老百姓啊，对于这种单车出行，就是非常环保的出行方式呢，高度的认可。所以确确实实这种体验还是非常棒的啊。当然在中国来讲啊，广州已经做得不错了。这种折叠单车呢，你只要造一个套，也就可以上地铁。当然你要自觉一点啊，上下班高峰时候呢，就最好不要去了，因为我们这边地铁里面的拥挤程度，那可不是多伦多地铁可以比拟的。但是空闲的时段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前段时间呢，我也搭乘着广州的地铁，而且呢还去到了佛山，去很多地方呢骑着单车闲逛。我觉得只要有可能呢，这种方式出行还会继续保持下去。因为除了可以到处去走走看看呢，骑自行车我觉得也是一种相对不是很激烈的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现在呢，我来到了怡湖湾畔，到这个后面的这小路去走走，因为这边比较阴凉凉快。离开近2个月的时间啊，我相信启福新村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吧。但毕竟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到这边来骑行了，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新鲜感。所以我今天呢也不上街，就在村里面适应性的骑行一圈，看看启福新村还是熟悉的那个模样啊。说真的啊，每次在村里这样子慢悠悠的骑行呢，我觉得非常的舒坦。一个呢，毕竟这边没有什么大车，骑起来呢比较放心。还有一个呢，这里的地方啊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任何一个角落基本上我都去过了。我觉得就有一种巡视自己的屋村的感觉啊，还不错。在多伦多呢，整整住了1个月，一直也没有离开downtown。但是呢，真的等到走的那些时候，就感觉多伦多的downtown呢，还是非常的适合生活，尤其是吃了晚饭以后到周边那些街道去逛逛，我就感觉
非常的有生活的气息，而且年轻人的状态都不错啊。虽然说那边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就业的压力，尤其是通货膨胀让他们口袋里面仅有的一些钱缩水，甚至大部分人可能就难以负担高房价。但是总体来讲呢，年轻的群体还是非常的坦然，大家也没有把太多心思用在焦虑上，而是更多的怎么能够把握当下就是及时行乐，就是回归一种生活的本真。我觉得这也没有错因为呢，很显然，对于加拿大这种社会的老百姓来讲，他们既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的这种需要，也没有受太多的某种势力的裹挟，他们纯粹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关注好自己就好，怎么能够保持他们有工作做，然后呢，有个三五好友，而更多的时间呢，他们就是用于怎么去跟自然去和谐的相处，利用那边得天独厚的气候，还有好的环境以及设施呢，去搞他们的活动，过他们休闲的日子基本上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活动，而且呢，丰俭由人，也不见得一定要花很多钱，所以我觉得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些年轻人生活的状态但是很顺利地骑上了一湖起伏湖边上的这个小坡。我看了一下这几天的天气预报基本上天天都是30多度的高温，除非你在早上比较早的时候才可以去到30度以下。那根据我在这边的生活经验呢，广州的夏天高温天气非常的漫长，所以怎么能够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底下坚持骑行或者做一些适可而止的锻炼呢，确实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
我这次在多伦多这座非常适合骑行的城市，有意地观察了一下，也有一些人呢骑行像这种小步的单车，但是数量并不很多，大部分呢都传统的那种牛高马大的单车。那我想，一个呢可能大家还是觉得价格的问题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即便是这种大尺寸的单车呢，也照样可以上地铁，而且马路边上呢可以停靠的这种自行车的停放位比较充足，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必要专门为了一个出行或者通勤或者休闲呢去花好几倍的钱去买一部这种小步的品牌单车。但我还是去到了一条街上，找到了一家小步的专卖店，跟店员呢也做了一些小小的交流。就在整个多伦多市内呢，一共有3个小步单车的专卖店啊，那我是去了其中之一。基本上货源还是充足的，只不过呢我没有看到太多人在那边选购，只是在街上呢就零零散散的看见有人骑行这样的小车。最后一次我去尼加拉瀑布，就看到很多人呢使用自己的单车坐着火车去的，其中下火车时候呢我也看到确实有那么3-5个骑着自己的小步车去的，但是更多的呢就是普通的大单车。不管怎么说呢，多伦多 downtown 啊，就是他们的市中心呢，应该是非常适合骑行的马路啊，因为相对来讲，人和车都没有像我们中国这些大城市那么的多，而且很多地方呢都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再加上呢，主要是天气给力了，整个夏天骑单车或者走路基本上不会出太多的汗，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比较得天独厚的，也是我在那边度了一个夏天以后感觉非常良好，真的觉得那种夏天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季节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也希望下一次再去的时候呢，能够把我的小车带上飞机托运到那边，到那边呢就可以骑行自己的车，就更加自由自在，更加随意一些。期待下一次
今天呢，我就是随意的在村里生意性的这么骑行一圈而已，没有想要去做更多的探索，也想呢让自己的身体稍微恢复一下，毕竟呢有很强烈的时差的感觉，而且旅途呢劳累真的还是适当的要休息一下，所以今天呢就随意的这么骑一下但不管怎么说呢，也跟大家展示一下，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已经回到了广州，回到了我住惯的祈福新村，以后呢会有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好了，今天呢就是随意的生意性的骑一下，就到此为止，谢谢观赏，再见，拜拜。